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7天，我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螺蛳粉，一边嗦粉，一边忧心忡忡地望着窗外。在这种无人生还的末日下，那里居然出现了一个活人。我叫月月，在2024年7月1号，丧尸爆发末世就会凭空降临。为了这一天，我已经准备了整整7个月。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说我疯了，其实，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也不确定自己究竟有没有疯。7个月前，我和父母驾车出游，当我们看到拐拐冲出来的那辆车时，一切都晚了。我醒来时，入目皆是刺眼的白。我作为车祸唯一的生还者，还没来得及哀痛，就被巨大的恐惧吞没。因为我视线的右下方出现了一行字幕：距离丧尸出现还有5106小时54分钟。信还是不信？那个我认为睡一觉就消失了的倒计时，始终顽固地存在着。之后我把这件事说给了我闺蜜萱萱听，她则是一脸无语地看着我。我要是你，就赶紧准备起来，被丧尸咬死是小，饿死是大。我挺震惊的，你真相信会有丧尸？谁知道呢？我哥的加班越来越多，又神秘兮兮的，问他什么都不说。我看病毒早晚有一天会毁灭这个世界。他的哥哥在我们省的病毒研究所工作，其实我内心还是保持怀疑的态度。你要是下不了决心，我陪你一起。他抓住我的手，末世自救计划高起来。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们2人开始构建末日的避难所。先是买了个36层高的顶楼，还带了一个近100平的大露台，随后还把房间里的玻璃全部换成了单向透视玻璃，窗帘也增加了厚厚的遮光材料。这样一来，外面的人就无法看到房屋里的情况。由于天台是个比较大的空间，所以就放弃了钢化玻璃全封的想法。于是第2天，萱萱就叫来师傅，给露台安上1人多高的铁丝网，再三叮嘱一定得牢固结实。我有轻微的社恐，不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所以大部分的沟通都是萱萱在做。我端着给师傅的茶水走到客厅时，正听到2人说话。姑娘，好好的露台，你围起来干啥？萱萱压低了声音，师傅，这房子不是我的，是我朋友的，他这里有点毛病。师傅大惊失色，他脑子有毛病？可不是嘛，我朋友一直有被害妄想症，总觉得别人要害他，所以您受累，再给这铁丝网上面安装一道电网吧，要那种大功率的，前一次结清。他平时就是这么跟人家沟通的，我被气得不轻。之后考虑到供电的问题，我便第一时间在网上联系专业人士来安装太阳能供电系统。第2天看着太阳能电板摆满了大半个露台，我心里顿时放松了下来。可萱萱更是比我还能买，我看到地上满满当当的10箱电池，倒吸了一口凉气，是不是买多了？我怀疑这些电池仅仅用来照明的话，可能10年也用不完。萱萱凑了过来，今天的时间提示还在吗？我叹息一声，还在。距离丧尸出现还有3241小时36分，这行倒计时是我眼里的一根刺。萱萱倒是一脸无所谓，请上帝保佑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有回报吧。电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水了。我和萱萱计算过，一个成年人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2升，那么2个人1年2000升怎么都够了。随后我们俩跑遍了各个大超市商场，在买水抬水等一系列操作后，终于凑够400桶5升装的纯净水。之后还在露台剩余的空间布置了一片小菜地，挑选了几种生长周期较短的蔬菜种下。倒计时显示，距离丧尸出现还有2个多月，也到该囤食物的时候了。我首先买了2个200升的冰柜，2个400升的冰箱，想着网购的肉类肯定不太新鲜。于是第2天一早，我们开车前往菜市场，共购买猪肉30斤，羊肉36斤，牛肉40斤，动物内脏若干。萱萱一边把东西朝车里搬，一边调侃着：猪啊，羊啊，不要怪我，我只是肚子的搬运工。后续几十袋米面也陆续进了家门，甚至还买了10几箱自热火锅跟自热米饭。看着手上的清单一一准备齐全后，我们又去了一趟商场，将各自爱吃的零食扫到了几个购物车。累了几个月的我刚打算睡个好觉，却突然想到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没买，还有武器。于是第2天便在武器店铺内并购了大量的重型工具。时光飞逝，最后的期限来临了，距离丧尸出现还有24小时。我一整天都心神不宁。萱萱拉我出门，打算在小区附近吃一顿火锅。我说实话，我真的是食之无味。哎呀，没事的，这可是最后的晚餐了。由于他声音太大，换来了旁边排队小哥诧异的眼神，我赶紧用手碰了他一下。萱萱小声嘟囔着：看什么看，没见过美女吃火锅啊。隔壁2小哥相视一笑，倒是萱萱依旧盯着他们看了许久。你看什么？萱萱偷摸凑过来，你看他们2个像不像一对？就当我要说话时，隔壁小哥忽然阴狠地朝这边看了一眼，萱萱也注意到了对面的眼神，老实了许多。真吓人，他那眼神冷气森森的。半夜我躺在床上，看着系统的倒计时，距离丧尸出现还有5分47秒。
我始终没有睡意，小心翼翼地走到客厅。我看着窗外，呼出一口气，真是上天的旨意吗？那为什么是我呢？我对人类又没有好感。你有没有想过，他老人家对人类也没有好感呢？我吃惊地回头，是轩轩。他走到我身边，也许你不相信，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我没想到看起来单纯活泼的轩轩，居然会掩藏着这样的心事。一时间我也是不知道说啥，只是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我越来越心慌。从轩轩的神情来看，他的慌张不比我少，距离丧尸出现还有10秒、3秒、2秒、1秒。突然，无数的鸟吓得四处逃窜，夜空中狂风大作，乌云被吹散的同时，月亮居然被诡异的黑夜吞噬，天空一瞬间就暗了下来。轩轩紧张地望着我，怎么样？时间到了，那么丧尸呢？我看向窗外，除了黑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不会是个乌龙吧？真要是乌龙，这满满一屋子的物资，可就真成了牛马了。怎么可能？咱们这里没有，不代表别的地方也没有啊。我去网上找找看。由于倒计时的消失，我脑中绷着的弦也断了，困意冲得脑子迷糊起来。我向轩轩招呼，我困，先去睡了，有消息再叫我。转身刚准备走，你等等。轩轩把手机递到我面前，隔壁国出现丧尸，热门第一条是一段视频，视频背景是一家酒吧，一个年轻男人走了几步，突然就摔倒在地。轩轩提醒我，你看他的腿。男人的手臂和腿扭曲成了一个古怪的姿势，下一秒，男人瞬间飞扑起来，扑在另一个男子身上疯狂地撕咬着，很明显他已经不是人类了。我和轩轩被惊得说不出话来，我顿时睡意全无。我将窗户又重新检查了一遍，并且用桌子死死地堵住大门。当第二天我打开手机的时候，网上已经炸了锅。那是什么东西？好可怕！真有丧尸吗？不是恶搞视频吧？军队呢？控制不了吗？就连小区业主群也活跃起来。兄弟们，看见丧尸的消息了吗？物业在吗？有没有接到什么通知？不会静默吧？我出去买东西，一会儿还能进来吗？新闻也做出了回应，称已经取消和隔壁国的一切交通，呼吁民众非必要情况不要出门，不要盲目争抢物资。可是据我观察，昨夜已经有人在争抢物资了。第二天一早，情况愈演愈烈，大街上乱哄哄的，全是抢夺物资的人，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晚上我困得早早就睡下了，可窗外的一声尖叫却划破夜空，我被这凄厉的叫声惊醒，心跳快得惊人。我快步地来到窗前，轩轩也随之走了过来，他神情焦虑，声音好像是咱们小区传出来的。我往楼下看去，一名手持防爆钢叉的保安正与一名身材高大的男性丧尸对峙着。可当丧尸跳起来扑向他时，保安却害怕地扔掉防爆叉，掉头就跑。可下一秒，丧尸就已经把他扑倒。轩轩已经看呆了，跌坐在地下。小区已经沦陷了，业主群很快炸了锅。那是丧尸吗？怎么办？我家有人买东西还没回来啊！人类作恶多端，迟早会有报应的。都这个时候了，还说什么风凉话？谁家有多余的米和面啊？我高价收。轩轩看着手机也是无奈，谁这么傻，会在这种时候把自己家的米面卖出去啊？而我则是继续看着楼下。小区的电子大门慢慢关闭，刚才被咬的保安正和名身材高大的男性丧尸在门口漫无目的地游荡着。我们俩很危险。轩轩抬头一脸疑惑地看我，他们弹尽粮绝之后，发现我们有这么多物资，会发生什么？我这个人心肠硬，怕你心软，有些话还是趁现在说清楚的好。我们一定不能救人。轩轩蹙了一下眉，点了点头。我当什么？你看我像不像圣母玛利亚？我看小说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圣母了。听到他这句话，我也是松了口气，不能救人，也别在业主群搭腔，存在感越低越好。这一夜睡得并不安稳，耳边始终有各种惨叫声在萦绕。早上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水和电都还能用。为了安全起见，我打算使用储备好的矿泉水。由于害怕做饭的气味飘出去，我把电磁炉搬到了卧室里，随后就煮了一大锅的螺蛳粉，足以让我跟轩轩两人吃个够。轩轩则站在客厅，闻着飘过来的气味，什么东西又香又臭的。吃完饭，我继续站在窗前，大街上空空荡荡的，只有一些姿势怪异的人在行走。这才一夜，怎么就成这样了？轩轩感叹着。我飞快地在网上查看信息，是突然出现的，多个地区一起爆发。那一开始的感染途径是什么呢？其实只有我知道，卧室它是凭空降临。我们非常小心，窗帘始终拉着一半，只留下另一半观察外面的情况。夜晚也不开灯，只拿着手电筒照明。食物并不匮乏，但我们也不敢做气味大的食物，生怕香味引来别人的觊觎。这3天里，外面的丧尸越来越多，他们的身体在退化，有些退化程度严重的丧尸只得拖着胳膊行走。看这成分，也不过是有机生物啊。
迟早烂干净，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出去了。然而，有些人却等不了了。只见对面住宅楼的一名年轻女子拿着棒球棍往小区大门走去，女子一边左顾右盼，一边接近大门。她要去干嘛？家里没吃的了吧？说话间，女子已经来到了大门口，用电子卡一刷，门滴的一声就打开了。保安亭后忽然出现一个灰色的变异丧尸，女人吓得尖叫起来，掉头就往停车场跑去。由于叫声太大，吸引到右侧一群丧尸追来。就在女人要成功上车时，却被追来的丧尸扑倒。我不忍再看，直接转过头去，可对面楼层却传来一阵哭嚎声：“娟娟啊，我的女儿啊！”她哭得我心酸不已，虽然很悲伤，但有些住户却不愿意。窗外传来叫骂声：“哭什么哭？不要命了吗？你想死不要紧，不要拉着大家一起死啊！”这是第一位想冲出牢笼的勇士，他的尸袋为小区上空笼罩上了一层低沉的阴云。一连几天，小区里再也没见到活人的身影。直到那一天，那是丧尸爆发的第7天。这天，我捧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螺蛳粉，一边嗦粉，一边监视着窗外，那里居然出现了一个活人。我招呼轩轩，快来看！轩轩端着碗凑到窗边，可当他往窗外看去时，却发出惊呼：“我的天，他是那个小哥。”哪个小哥？哎呀，你忘了吗？火锅灰白配。听他这么一说，我终于找回一丝遥远的记忆。之前在丧尸爆发的前夜，我们在小区附近的火锅店遇到了2名分别穿着灰白衣服的年轻男子。灰衣小哥拎着彩色棒球棍，缓慢地向小区大门靠近，可前方的大门前却有一只丧尸在门口徘徊。我和轩轩的心都提了起来，看这情况，肯定得撞上啊！他咋想的？我思考着，可能他就是想硬杠呢。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懒得理会他的胡言乱语，继续关注着下面的情况。灰衣小哥的脚步声终于惊动了丧尸，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扑而来，眼看就要血溅3尺。我移开了视线，轩轩疯狂地摇晃我。你看啊，你快看！我疑惑地朝下面看去，丧尸已经倒下了，灰衣小哥正低头打量他的脑袋。怎么了？刚才怎么了？轩轩激动地抬手掩饰。就是刚才啊，他这么一挥，正中丧尸的脑袋，然后丧尸就倒了。脑袋？我心中一动，许多丧尸电影都将脑袋设定为丧尸的弱点。当我再往下看去时，灰衣小哥在我们的目送下出了小区大门，登上一辆越野车扬长而去。到了夜晚时分，我才看到那个小哥回来。这次他竟然开着一辆快递车，上面有着几箱物资。他将快递车径直开到了单元楼下，取出一只对讲机，说了些什么。几分钟后，只见到那名白衣小哥下了楼，2人将车上的物资一件件搬下来。他们这次收获不错，这些物资能支撑很长一段时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啊！轩轩感叹着。接下来的几天，小区里又有人陆续效仿灰衣小哥出门寻找物资，可惜不是谁都有那么好的运气。一个男人由于车辆太大无法进入小区，他在门口搬运物资时被窜出来的丧尸攻击，直接变成了丧尸。今天已经是丧尸爆发的第15天了，城市里的网断了，人们再也无法从网络上获得信息。第16天城市不再供电，夜晚是深不见底的黑。第17天就连水龙头的水也断了。就在第18天的时候，天空中第一次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声，这声音使断水断电，濒临绝望的人们看到了一线生机。然而直升机只是在小区上停留了几分钟，便很快的离开了。当天夜里我睡得正香，一向安静的小区忽然传来一阵吵闹声，我被惊醒。我蹑手蹑脚的来到窗边，好在天空尚未黑透，能看见一点外面的情况。还没等我细看，只听得一声惨叫，不要！紧接着就是东西落地的顿响声。轩轩也走了过来。怎么了？我很是无奈。有人跳楼了。轩轩不再说话，而是用手紧紧地捂住嘴。小区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哭泣，哭泣后来又变成了狂笑。没过一会，她就遭到了其他住户的谩骂。你是有病吧？能不能不要害人？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引来丧尸？而她非但没有停下，反而愈发癫狂地大笑起来。哈哈，你得死，我也得死，我们都得死，哈哈哈！越来越多的丧尸被这声音吸引，用身躯无意识地撞击着大门。不好，门要让他们撞坏了。有个住户暴躁地叫骂着：“你找死啊！”就在这时，女人从高楼上坠了下来，砰的一声过后，小区一片死寂。轩轩眼中含泪，他就这么没了。我心里也不好受，没有水电，没有食物，身体和心理上都受不了。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太自私了？轩轩愣了2秒，你是个人，又不是救世主，别胡思乱想了。我知道他在安慰我，草草地点了2下头。这一晚我睡得不太安稳，梦里始终有个看不清面目的女人在哀哀哭泣。第2天，我被一阵奇异的声音吵醒。枪，这个声音是枪声。我快速地来到窗边，看到几辆军车正停在小区门口，
一名男子拿着喇叭喊话：“我们已经建立了安全区，我们是来接你们去安全区的。”安全区？你觉得安全吗？我们这里最安全。丧尸爆发以来，打家劫舍的是不少，不知怎么，我总觉得这几个人不太对劲。不过很快就有人从楼上下来了，其中甚至有步履蹒跚的老人。好在什么都没有发生，军人们将幸存者请到卡车上直接离开了。我和轩轩没有离开的打算，安全区的物资不见得比我们拥有的更丰富。由于丧尸爆发已经2个多月了，我和轩轩终于决定吃一顿好的。我们俩做了满满一桌子的美食。吃完饭的轩轩来到窗前，奇怪，他居然还没走。我赶紧来到窗前查看，看到灰衣小哥已经走到了大门边。怪事啊，他俩上次拿了那么多物资，怎么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出来呢？他们拿的物资里几乎没有水。那个小哥正要伸手推门，突然有一只丧尸冲了出来，小哥猝不及防拿棒球棍格挡，丧尸一口咬住了他的手臂，棒球棍也掉落在地上。轩轩无奈叹气：“天都来眼啊！”先别急着咒人家，你仔细看。原来那个小哥的手臂上用胶带绑着一本厚厚的杂志，丧尸没能咬到他的皮肉。灰衣小哥一边和丧尸僵持，一边试图用左手把棒球棍拾起来，他试了好几次都没能成功。轩轩转头就往厨房跑，我将他一把拦住。干什么？月月，帮他一把吧，就帮这么一次，这等美色，你真要眼睁睁看他横死街头，你忍心吗？之后轩轩就从厨房拿了一个平底锅。你这是干嘛？轩轩只是不管不顾地打开窗户，将平底锅丢了下去，又迅速将窗户关上。锅落在地下，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丧尸突然凝滞了一下，只这一瞬间，小哥用左手抄起地上的棒球棍，直接给丧尸开了瓢。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男人离开前似乎朝我们的方向看了一眼。轩轩坐在地上喘气，显得又是害怕又是兴奋。干得不错，下次别干了。轩轩忍不住笑了。知道了。第二天做饭时，想着放香菜提鲜，我便嘱咐轩轩：“你去露台掐点香菜，我们做个蛋花汤。”轩轩兴高采烈地上露台去了，可不到1分钟，他就跑了回来，眼里满是惶恐的神色。露台有个东西，我心中警铃大作。什么东西？好像是一架无人机。我一听，顿时觉得事态严重，赶紧往天台走去。露台中央果然有一架无人机，我又打量了一下周围，见没有异常，这才将无人机从地上拿起来。无人机下掉了一个箱子，我将箱子打开，里面是一个对讲机。感谢你们的仗义相助，我是昨天出门寻找物资的那个人，我叫毛不凡，和我住在一起的是我的朋友，他叫罗文。你们很危险，你们所在的单元有个人，他已经在你们的门口徘徊1个礼拜了。之后他在自家阳台绑了一根绳子，另一头绑在自己腰上，开始练攀爬了。我和轩轩对视一眼，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了恐惧。为了解决这个麻烦，我跟闺蜜在窗前探讨。窗户上有防爆膜，露台有电网，除非它插了翅膀能飞，不然怎么可能进得来？就当我要说话时，手里的对讲机却传来对面楼的声音：“2位美女，有个人在33层楼道的窗户上绑了安全绳，已经往你们天台爬了，你们注意安全。”我往窗户看了一眼，赶紧拿起武器往天台走去。过了足足半小时，一个身影爬上了露台。轩轩将手电筒的光柱打在了他的脸上，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一张脸。那人被照的眼睛都闭上了。我示意轩轩关闭手电，他这才睁开眼睛，看到露台上围得密密匝匝的铁丝网，露出了绝望的表情。轩轩笑盈盈的提醒：“不要碰油，这些都带电。”他明显一愣，说话的声音也带了哭腔：“求求你们，可怜可怜我吧，我2天没吃东西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家有人？又怎么知道我们有物资？你们搬东西的时候我见过，求求你们。我拎起棒球棍向男人走去，轩轩拉住我的手臂：“你做什么？”他刚才上来的时候可不是想求我们给他一点吃的，对这种杀人未遂的罪犯。我抬起棒球棍：“要不你自己下去，要不我砸你下去，你自己选吧。”男人见我态度决绝，忽然目露凶光，一言不发地从露台上爬了下去。轩轩还在疑惑：“他这就走了，他想干嘛？”就当我也在思考时，楼下传来一声巨响，接着是一声痛苦的惨叫。我飞快地来到窗户前往下看去时，对讲机却传来声响：“2位美女，干得漂亮！这次是用平底锅吗？”他现在人呢？你真爱开玩笑，他不正得在外面晃荡呢吗？我仔细一想，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经过。那人发现露台无法突破，于是想砸碎玻璃进来，没想到被贴了防爆膜的玻璃反弹，他吃不住力掉了下去。一想到他的确正掉在那晃荡，我就一阵恶心。轩轩害怕起来：“你说他撞死了没有啊？”其实我心里也在打鼓。夜深了，我从梦中惊醒，发现外面还在下着暴雨，雨声连绵一片，这雨下的并不小。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便来到天台查看。
发现一架无人机放在中间，我将它拾起来，看到下面吊着2瓶可乐。大吉大利，今晚吃鸡。这件事情过后，我们和毛不凡他们建立了奇妙的联系。有一次，我们送给他们半袋鸡翅，他们烤了8只给我们送了回来。秋天到了，雨就一直没停过，天气渐渐转凉，丧尸也发生了一些令人骇异的变化。丧尸并没有像我们预料的那样腐烂，反而显得狂躁起来。我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只隐约感到不祥。值得开心的事情是生活水充足，我们每周都可以美美的洗一次澡。一连数日都没有什么新鲜事发生，直到那一天，我们又听到了熟悉的枪声。楼下的卡车旁站着一群手拿枪械的士兵，我怎么觉得他们怪怪的？随后，一名男子将枪对着一名幸存者，都别动，枪子儿可不长眼。他身旁的一名幸存者恐惧地问他：“你们不是军人吗？要带我们到哪儿去？”回答他的是一声冰冷的枪响。轩轩惊恐不已。他们不是军人，那第一次跟他们走的那些人是不是已经没了？之后，强盗们开始搜寻幸存者的行李，面包、压缩饼干，嘿，这都发霉了。又是数声枪响，几个人躺在了血泊里。这些人看来都会背。我不忍心再说下去。这时，幸存者中的一名中年男子走了过来。不要杀我，这个小区还有人，他们有物资，有好多物资。我恍然了一下，心脏顿时激烈地跳动起来。我抬头去看轩轩，他惊得呆住了，眼睛里充满恐惧。我张了张口，正要说话，那名强盗已经走到幸存者身边，拿枪对着他。你说什么？给老子再说一遍。有人有物资，有好多物资，不要杀我。是哪一家？快说，说不出来，老子弄死你们！他颤颤巍巍地抬手示意了一下，他指向的并不是我们所在的方位。我刚要松一口气，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坏了，他手指的正是毛不凡所在的那一户。现在想想，毛不凡他们暴露是意料中的事。我和轩轩足不出户，毛不凡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带回了许多物资，不被人惦记才怪。听见了吗，兄弟们？楼上有只肥羊。轩轩着急起来，怎么办啊？他转头就要拿对讲机，却被我阻止了。不能用，那伙人很快就上去了。现在用对讲机，我们也会暴露。那怎么办啊？毛不凡不是挺能打的吗？说不定他能应付。他是能打，可是人家有枪啊。我何尝不知道赤手空拳的毛不凡很难对付冰冷的枪械，但是到如今，我又能怎么办呢？对面传来隐约的开门声，开门！不开门，老子可要拆了。随后就传来破门的声音。轩轩一脸悲伤，说不定这会儿已经凉了。你说我们有没有必要趁着月黑风高给他们收个尸啊？楼下的车旁很快就堆满了物资，之后他们就登上车辆扬长而去。轩轩迫不及待地抓起对讲机，喂，你们还活着没？没有回音。他们遇害了。我长叹一声，心情也很沉重。对讲机忽然响了起来，谁遇害了？是毛不凡的声音。轩轩喜形于色，你们没死啊？那你们在哪儿？2位美女，我们在天台上，这里风好大，我好害怕。你好好说话不行吗？你们到底在哪儿？之后毛不凡一番解释后，我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毛不凡和他朋友在这个单元各自有一套房屋，他们很清楚，在众目睽睽下搬运物资会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只将物资搬到毛不凡所在的3楼。到了夜晚，再偷偷将物资转移到他朋友在的5楼，只留下3楼不多的物资掩人耳目。我真心佩服他俩，干得不错。末世的人心不得不防，我们一开始就打算好了，冬天快要来了。深夜我难以入眠，总觉得毛不凡那句冬天快要来了像一个不祥的预示。那天下了入冬以来的第1场雪。这个世界啊，什么时候才能好呢？没准这场雪下过之后就好了。你看白花花的雪多美呀！我正要说话，远处忽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我赶紧往下看去，看到了一支规模不小的军队正在这边对丧尸进行扫荡。轩轩惊疑不定地看着我，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不会还是强盗吧？这个规模应该是正规军人了。这时，城市的天空忽然传来了嗡的一声，我惊讶起来，电力恢复了，这么多人都还活着。到了晚上，轩轩忽然拿着手机走了出来。怎么了？我哥打电话了。轩轩的哥哥在城市协助一流的病毒专家工作，他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没准是知道了什么重要的信息。电话接通后，很长一段时间，手机里只传来杂乱的噪音。喂，哥。轩轩挥起手臂，想从空气中寻找到一点信号的痕迹。轩轩，是轩轩吗？哥，是我。你还好吗？爸妈怎么样了？我们很好，你呢？你在哪儿？我在城市里，和月月在一起，我们现在很安全。你那个城市可不安全，马上就要用重武器对付变异的丧尸了，你那边很快会成为废墟，军队正在前进，可能明后天就到了。那我跟月月怎么办啊？
你们的具体地址在哪儿？我来接你们。轩轩略微迟疑了一下，抬眼看着我，我对他点了点头。明天是直升机来接你们，在半空中悬停，需要攀爬安全软梯登机，不要携带太多东西，切记。之后信号又变得不稳定起来，我严肃地看着轩轩，赶紧收拾东西。我们找出2个行李箱来携带衣物和洗漱用品，还有食物跟水，一切准备就绪。轩轩忽然吞吞吐吐起来。那个月月怎么了？毛不凡和他朋友怎么办？我的确没思考过这个问题。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们已经建立了奇妙的友谊。我们在末世中互帮互助，这是不可多得的缘分。可是如果要救他们，就意味明天要和我们一起坐直升机离开。我正纠结，对讲机忽然响了起来。2位美女，村里通网了，你们知道吗？我犹豫了片刻，给他们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情。能出动直升机来接美女们，你们可真是人美路子野啊！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4个人上了露台，紧张地等待着。没一会就听到了直升机的轰鸣声。我们抵达安全区后，轩轩的哥哥跟我说了重要的事情。我们打算物理消灭丧尸，现在源头也已经找到，不会再有新的丧尸了，很快就要结束了。真的吗？源头找到了，在哪里？轩轩的哥哥露出了一个很复杂的表情，像是嫌恶，又像是惋惜。营地外2名荷枪实弹的军人正在押送一个女人，她在癫狂的大笑。我做到了，我真的做到了，哈哈。